在游戲裡換彈夾是一件特別瀟灑的事兒，那一瞬間的機械質感簡直就是每個男人的浪漫。不管你手裡拿的是 HK416 還是 AK47， 只要按了 R 鍵，你的火力就永遠不會斷檔。可一到現實，情況就完全變了。就在你扣動扳機的那一瞬間，沒有預想中的火舌噴吐，只有一聲清脆而絕望的咔嗒，你的槍卡殼了。此時此刻，你手裡幾千美金的精密大殺器瞬間就變成了一根毫無用處的燒火棍。而導致這一切悲劇的罪魁禍首，不是因為槍太爛，也不是因為子彈受潮，而是因為一個你平時看都不會看一眼，甚至打完就隨手亂扔的廉價鐵盒子彈匣。聽起來是不是很離譜？明明是整個武器系統裡最便宜、結構也最簡單的零件，怎麼就成了決定生死的阿喀琉斯之重？為什麼步槍的彈匣都是彎的，而有些槍的彈匣卻一定要做成直的？如果我們把 AK 的彎彈匣換成直彈匣，又會發生什麼？接下來，火力軍就為大家聊聊彈匣背後的故事。我們先從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說起。看二戰片或者警匪片的時候，主角手裡拿着的 MP40 衝鋒槍，或者是現代的格洛克手槍，他們的彈匣通常都是直挺挺的，像個棍子一樣。但是，一旦到了步槍這邊，不管是經典的 AK47 還是美軍的 M4， 他們的彈匣或多或少都帶着些弧度，特別是 AK47。那彈匣彎的就像一根大香蕉，這是為什麼呢？難道是設計師覺得彎的好看，還是說這是某種人體工程學的玄學？其實啊，這事兒跟審美半毛錢關係都沒有，這完全是一場幾何學的戰爭。說白了就一句話，彈匣長什麼樣，完全得看子彈的身材。我們先看直彈匣，直彈匣通常出現在手槍或者 MP5 這種發射手槍彈的衝鋒槍上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他們用的子彈，比如9毫米派拉貝魯姆彈，都是個標準的矮胖直筒。這種子彈的外形就像個圓潤的小圓柱體，頭和尾巴差不多粗。當你把它們並排堆疊在一起時，它們會自然而然就是直的往上走的。所以給他們造的房子，也就是彈匣，自然也就設計成直的了。這樣既省材料，加工又簡單，插進握把裡還不硌手，簡直就是完美。但是，一旦到了步槍子彈這兒，麻煩就來了。因為步槍都追求威力和射程，為了讓子彈更具威力，彈身就得装更多的發射物，為了讓子彈飛起來就不那麼費勁，彈頭就得做得尖尖的。這就導致了步槍子彈普遍長成了瓶子的形狀，屁股大脖子細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锥肚。這種子彈如果你只拿2-3顆可能還感覺不出來，但如果你把30發步槍彈堆在一起，你會發現，因為每一發子彈都是下粗上細，它們疊起來之後會自動形成一個自然的弧度。這就像你在快餐店疊紙杯，疊得越高，那個塔就彎得越厲害。這時候，如果你非要頭鐵，硬要把這堆想彎曲的子彈塞進一個直挺挺的盒子裡，會發生什麼？由於子彈的尖頭周圍空間過剩，受重力影響，子彈就會向下栽，甚至可能頂到前一發子彈的底火上。這要是勁兒大點兒，還沒進槍膛呢，就得在彈匣裡炸了。而且，步槍的子彈屁股都大，過度擠壓就會產生巨大的摩擦力。就算不炸，這巨大的摩擦力也會讓子彈卡在半路，根本推不上去。所以，把彈匣做彎，那是被逼無奈。是設計師向物理學低頭的結果。這裡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AK47， 你看它的彈匣就非常彎，這甚至成了它的標誌性特徵。為什麼 AK47 的彈匣這麼彎呢？這是因為早期的 7.62 毫米子彈，它的彈可追度非常大，如果子彈夠多，那堆疊起來的弧度都快趕上圓盤了。而到了 AK74， 蘇聯人換裝了小口徑的 5.45 毫米子彈後，我們可以看到彈殼的追度明顯變小了，相應的彈匣也就變得直溜了不少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知道世界上彈匣最彎的槍是哪把嗎？別說，歷史上還真有把彎的沒邊的怪胎，那就是一戰時期法國的少沙輕機槍。你敢相信嗎？居然有槍因為彈匣變成史上最爛機槍。由於少沙輕機槍使用的是8毫米勒貝爾彈，這子彈不僅锥度大，屁股上還有個巨大的凸圓，堆起來之後弧度簡直大到離譜。設計師沒辦法，只能把彈匣做成半圓形這個鬼樣子。結果就是這個開放式的大彎彈匣直接成了接土神器。打仗時戰壕裡的泥巴稍微進去一點，這槍就廢了。少沙也因此榮獲史上最爛機槍的美名。講到這兒，可能有兄弟會問了，那美國的 M16 呢？早期越戰的時候 M16 用的是20發彈匣，那是直的呀。後來換了30發，怎麼就變成彎的了？而且那個彎度看着有點奇怪，上面直下面彎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其實最早的 M16 用20發彈匣時，因為子彈少，積累的弧度還不明顯，
所以它是直的。而等到越戰打得火熱時，美國大兵們哭着喊着要30發的大彈匣，設計師一拍大腿，壞了，30發子彈堆起來肯定是彎的，但 M16 的机下插口已經被設計成直的了，那改槍身可是大工程，怎麼辦？美國設計師那是相當雞賊，他們搞了一個直彎直的混合設計，上半截做成直的，配合槍身接口，下半截做成彎的，適應子彈堆疊。雖然醜是醜了點，但好歹解決了問題。所以大家看，哪怕是彈匣外形這麼簡單的事，背後都是無數次的試錯和妥協。說完了外觀，接下來我們就把這鐵盒子切開，看看這裡面到底賣的是什麼藥。很多人覺得彈匣嘛，不就是個鐵皮盒子，裡面塞根彈簧，再放個投彈板嘛，有什麼技術含量？街邊5金店都能敲出來吧？如果你真這麼想，那你就太小看现代軍工了。要知道，戰場上80%的槍出故障都賴它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這個看似簡單的結構其實極其脆弱，而且容錯率極低。一個標準的彈匣其實就4個零件：彈匣體、彈簧、拖彈板，還有爆彈口。先說背鍋最多的彈簧。火力軍敢打賭，玩槍兄弟肯定都聽說過這麼句話：彈匣平時不用的時候，千萬別壓滿子彈存放，不然時間久了，彈簧壓疲勞了就没勁兒了，關鍵時刻供不上彈。這個說法在老兵圈子裡流傳了半個世紀，甚至很多特種兵都深信不疑。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彈簧專家告訴你，大錯特錯。真正殺死彈簧的並不是保持壓縮狀態，而是循環。什麼意思呢？就像我們掰回形針，你把它掰彎了，按在那兒不動，它其實没事。如果你不停的把它掰直、掰彎、掰直、掰彎，沒幾次它就斷了。彈簧裡的彈簧也是這個道理。真正消耗它壽命的是你一次次的把子彈壓進去，再一次次的把子彈打空。這個壓縮釋放的循環過程才是造成金屬疲勞的元兇。所以如果你把一個壓滿30發子彈的彈匣扔在保險櫃裡放個10年，拿出来大概率還是能正常突突的。但如果你每天沒事幹，把子彈壓進去又退出來玩，那你這彈簧估計沒幾個月就廢了。接下來我們來聊聊這個不起眼的塑料片，拖彈板，也就是彈簧頂端推子彈的那個塑料片。這可能是整個槍械系統裡最被低估的一個零件。為什麼很多老兵都不會把子彈加滿？你以為他就是負責把子彈往上推？想象一下，當你在激戰中瘋狂開火，彈匣裡的子彈飛速減少，如果拖彈板不穩定，在彈匣裡歪了一下，整個彈柱就會傾斜，導致槍機推不到子彈屁股，而是騎到了子彈身上。這就是著名的槍機騎彈故障。一旦發生，你哪怕把拉機柄拉斷了，子彈也上不去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現代彈匣的拖彈板都得帶個裙邊或者支腿，就是為了防傾斜。你看，為了推一顆子彈，設計師連這種微米級的角度都得算計進去。這哪是鐵匠鋪的活，這分明是精密工程。而這4個組件裡最脆弱、最嬌氣的，當屬最上面的爆彈口，也就是卡住子彈的那2片嘴唇。它的作用是像守门員一樣，在槍機撞擊子彈之前，死死地按住子彈，控制它脫離彈匣的角度和時機。這地方哪怕變形1毫米，你的槍就廢了。最典型的故障叫雙重供彈，就是因為爆彈口張開了一點點，壓不住子彈了，槍機一動，2發子彈爭先恐後的跳出來，直接把你槍膛堵得死死的。這時候你除了扔槍，基本沒別的辦法。這也是為什麼早期的 M16 鋁制彈匣被罵成狗的原因。鋁太軟了，稍微磕一下碰一下，爆彈口就變形。越戰美軍很多時候不是死在敵人手裡，而是死在這個鋁皮彈匣上。所以後來美軍痛定思痛，把彈匣材料換成了现代的聚合物，这才稍微緩解了問題。可即便如此，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，因為彈匣是槍械系統裡最脆弱的一環。聊完了構造，接下來我們再來聊聊大家都喜歡的大容量。在遊戲裡，我們都喜歡用大彈鼓，動不動就60發、100發，扣住扳機不撒手，那種感覺確實爽。但在現實中，你會發現，全世界的軍隊，不管是有錢的美軍還是實用的俄軍，標配永遠是30發彈匣。這是為什麼？難道是因為他們摳門？其實30發這個數字是經過無數次血的教訓換來的黃金平衡點。這還得從一個叫過渡區的概念說起。我們常見的30發彈匣裡面是雙排供彈，子彈像拉電一樣交錯排列，這很成熟。但是如果你想把容量做到60發，彈匣長度又不能太長，不然趴在地上射擊會把槍頂起來，那你就得把彈匣做寬，變成4排供彈，這就是所謂的棺材彈匣。可是槍的接口只能做雙排或單排啊，怎麼辦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4隊人馬排隊过安檢，突然前面通道变窄，只能过2隊。這時候如果有人擠一下，或者是誰的腳步慢了半拍，後面的人立馬就會堵死。
而這個4排變2排的過程就叫過渡區。子彈也是一樣，在這個過渡區，子彈要經歷複雜的橫向移動和縱向擠壓，摩擦力成倍增加。任何一點沙塵，甚至一點點溫度變化導致的熱脹冷縮，都可能讓子彈在這裡卡死。而且，為了推动60發甚至100發子彈，你需要一根強得很可怕的彈簧，這就導致壓子彈變得異常痛苦。而且满載時，第一發子彈頂着機框的壓力巨大，甚至能讓槍機拉不動。在戰場上，彈匣裡的大堵車就意味着卡殼，而卡殼就意味着死亡。所以，雖然4排大容量彈匣看起來很美好，但因為內部幾何結構太複雜，摩擦點太多，可靠性一直是個大坑。這也是為什麼特種兵寧願帶2個30發彈匣快速換彈，也不願意帶一個60發彈匣去賭命的原因。至於那種看起來威武霸氣的100發大彈鼓，那就更是反面教材了。除了死沉之外，它裡面的發條機構更是複雜，稍微進點沙子、泥土，立馬罷工。在沙漠裡或者泥潭裡打滾的步兵，誰敢用這玩意兒？那都是給在铺装路面上執勤的警察的。所以歷史告訴我們，30發雙排彈匣是經過了无數次流血教訓後得出的黄金平衡點。它既保證了足夠的持續火力，重量和长度又不会妨碍士兵做戰術動作。最關鍵的是，它足夠簡單，足夠可靠。在戰場上，簡單往往就意味着活命。不過，就算設計師把彈匣做得再完美，也架不住使用者的花式作死。在戰場這種高壓環境下，腎上腺素飆升的士兵經常能幹出一些讓設計師吐血的操作。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把彈匣插反。哎，你別笑，這事兒真發生過。尤其是在黑燈瞎火或者緊張到手抖的時候，有些士兵拿着彈匣也不看方向，对着机匣就是一頓大力出奇迹。但這還不是最糙的，最糙的操作是子彈裝反。這事兒還得感謝著名的 HK 公司，哪怕你不是軍迷，可能也看過那張著名的海報。HK 的宣傳畫冊封面上，攝影師竟然把彈匣裡的子彈全都裝反了，彈頭朝後，底火朝前。這張圖成了軍迷圈經久不衰的世界名畫，也讓 HK 被調侃了幾十年。但笑歸笑，如果真的在现實中你緊張過頭，真的把子彈裝反了，會發生什麼？那你即將要面對的就是最恐怖的死卡。裡面的子彈因為形狀不對，會被死死地卡在进彈坡上，退也退不出來，進也進不去。這時候士兵往往會下意識地用力拉槍機。這時候如果你的運氣差到了極點，機針正好懟到了底火，火藥燃氣會瞬間向後噴發，直接炸毀機匣。這就是傳說中的炸膛，輕則毀容，重則喪命，這可不是開玩笑的。所以在戰術訓練裡有一個刻進肌肉記憶的動作 Tap Rock Bang， 中文叫拍拉射。當你的槍突然不響了，第一反應不是低頭看，而是用力拍击彈匣底部，確保它插到位了，然後用力拉動槍機，把那顆倒霉的臭彈或者是卡住的子彈退出來，最後再次扣動扳机。這個動作的本質其實就是在給彈匣這個不可靠的供彈祖宗擦屁股。這從側面印證了戰士們對這個鐵盒子的不信任感已經深入骨髓了。故事講到這兒，咱們再回過頭來看彈匣，你還覺得它只是一個幾塊錢的附件嗎？我們常說 AK-47 可靠，說 AR-15 精準，但判斷這一切的前提不都是建立在這個不起眼的鐵盒子上嗎？所以下次當你在電影裡看到主角帥氣的甩掉空彈匣，換上一個新的時，別只顧着看着動作有多帥，請在心裡默默給這個被拋棄在泥地裡的鐵盒子致以哪怕1秒鐘的敬意。好了，關於彈匣的硬核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。最後，火力軍想問問屏幕前的你，你在玩遊戲或者接觸實槍的時候，有沒有遇到過關於彈匣的奇葩故障？或者你覺得未來會不會出現一種徹底取代彈匣的黑科技供彈方式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故事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稍微有點意思，別忘了點讚、關注、轉發。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